2025年4月1日起，中国东部战区举行规模宏大的针对台独的代号为“海峡雷霆 2025A” 的锁台军演，全部为实战演练。既然是 A， 那就可能有海峡雷霆 2025B、C、D 等等实战演练。或许演着演着，突然就来真的了。或许明天一觉醒来，台湾岛上插上了5星红旗呢。其实我一直觉得统一台湾是进行式，从蔡英文执政开始，统一就一直在进行中，包括现在的军演也是统一的其中一步，包括对台湾居民发放居民身份证也是统一的其中一步。统一台湾目前已经到了收尾阶段，从中华民族的福祉来说，最好当然是不费一枪一炮就能完成祖国完全统一。不知各位怎么看？德国媒体对中国东部战区此次军演也做了大量报道，我们来看看德国《世界报》的报道。锁台演习严重警告中国军队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演习。用北京的话说，围绕自由民主的台湾岛进行演习，是为了威慑分裂分子，其目的是演习锁住台湾。人民解放军在一张照片中将台湾总统描绘成一只被明火烤熟的昆虫。中国已开始在台湾岛外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，这是人民解放军宣布的。东部战区发言人史毅在一份声明中说，这是一次严重警告，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威慑。声明还说，陆海空三军和导弹部队的联合演练，包括从不同方向接近该岛屿共和国，测试部队的作战能力。这次行动包括封锁重要地区和海上通道的训练，是保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合法和必要措施。负责沿台湾海峡行动的中国军方司令部公布了一幅题为“逼近”的图片，显示舰艇和战斗机包围了台湾岛。在军方发布的另一张图片中，台湾总统赖清德被描绘成一只被明火烤熟的昆虫。台湾国防部宣称，截至当地时间上午6时，已在台湾周围发现19艘中国人民解放军舰艇。自3月29日起，台湾军方一直在监视中国航母山东舰及相关舰队的动向。周一，这些舰艇进入了台湾所谓的军事反应区，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海峡中部和台湾航空识别区东部边界之间的区域。台湾国防部宣称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扩大其在台湾海峡和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，从而加剧了军事威胁。他补充说，这也将对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构成挑战。中国认为民主台湾是一个叛变的省份，应该与大陆统一，如有必要可以采取军事手段。近年来，北京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，来宣示主权。民进党自2016年起在台北执政，北京认为该党是分裂主义政党，因为台湾独立是其党纲的一部分。然而，赖清德总统表示，他不想正式宣布独立，因为这个岛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正式宣布独立将使台湾最坚定的支持者美国尤其面临压力。华盛顿已承诺军事支持台湾。美国官方不承认中华民国的独立地位，这是台湾的官方名称。中国国台办再次指责赖清德坚持分裂立场。发言人朱凤莲在军演开始后表示，台独即意味着战争，中国解决台湾问题、完成统一大业的意志坚如磐石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来看看被媒体洗脑的德语区网友的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我们可以向台湾提供中程导弹，或把末次直接送到台湾。德国知识补充，末次就是那位即将就任的德国新总理。我估计呢，这位网友不喜欢末次。知识跟贴：如果没有台湾，西方世界将失去很多芯片技术，这些技术不仅是我们所缺乏的，而且会落入中国手中。因此，中国将从落后15年一跃成为芯片强国。如果台湾沦陷，我们这里将不再生产汽车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再爆炸性不过的事情了。它将成为我们经济的决定性因素。当你在评论中漫不经心地插入金牛座中程导弹或末次时，你意识到了吗？再往下，习近平一定在摩拳擦掌，终于要开始行动了。一些政府高层除了发动战争，别无他法。
下一则，中国人已经在澳大利亚附近神出鬼没了，除非美国保护，否则中国入侵不会持续太久。继续往下，中国声称南海是其唯一主权领土，这让澳大利亚、菲律宾等国感到紧张。中国在南海的南沙群岛上修建了军事设施，并部署了武器。该群岛存在争议，越南、台湾、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。再往下，用核武器武装台湾，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对朝鲜拥核也没有任何意见呀。下一则，中国人也看到了特朗普对盟友的态度，他希望得到强者们的爱戴，也许习近平会给他一幅画。下一则，台湾是地球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，为什么？中国目前的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，之后是963.6万平方公里，超过100万人将死于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。继续往下，每个失败的独裁者都需要战争，而在中国，事情并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发展，所以我们要开始干正事了。也许世界应该开始做好准备，以免再次措手不及。再往下，我们只是在进行一次演习，对此乌克兰已经经历过了，但愿这不是同样一次伪装的部队部署。接着就是对台袭击。再往下，习近平年纪越来越大，战争的风险也越来越大，他可能想趁自己还在位时发动战争。下一则，威慑、警告、一派胡言，中台力量对比就像列支敦士顿或安道尔与法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一样。如果中国人认真起来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会成为台湾小学以上的早读内容。继续往下，台湾已采取预防措施，只要中国一靠岸，就立即炸毁其工业。再往下，中国制造事实只是时间问题，届时我们将看到特朗普的表现，种种迹象都对中国人有利，这很危险。下一则，他们现在有4年的特朗普窗口期，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，因为特朗普会像对待乌克兰一样，把台湾扔下不管不顾。继续往下，顺便说一句，这不仅关系到台湾，还关系到南海。中国在南沙群岛建造了军事设施，并部署了武器。越南、台湾、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声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。还有人指责中国人工种岛。再往下，一直以来我都这么说，中国在短时间内创造事实的那天将不可避免的到来，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所有人都会毫无例外的傻眼、袖手旁观。现在，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窗口期，这一点对中国尤为有利。这也是特朗普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的另一个原因。普京也知道这一点，欧盟又次不明白，有欧盟这群人在位，这不奇怪，管他呢，反正现在已经完了，永远完了。特朗普之后更是如此。对我来说，可以明确预见的是，中国将在2030年前或最迟2030年收回台湾。下一则，中国最终将占领台湾，没有人会改变或阻止这一点。我们将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国家。我们在印度生产的药品和电子产品的原材料都来自中国。我想，当我们的护卫舰示威性的驶过台湾海峡时，中国政府一定大笑不止。但后来因为也门胡塞人的缘故，德国护卫舰又不敢驶过红海，而是绕着非洲航行。继续往下，如果特朗普想要格陵兰岛，谁又能反对中国吞并台湾呢？这是1900年代的帝国主义。继续往下，对中国来说，只会开空头支票的特朗普在美国掌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如果他们利用好未来4年的机会，我不会感到惊讶。继续往下，台湾问题到实际正在继续。
欧洲人在做什么？从俄罗斯学到了什么教训？对中国有什么长期战略吗？对于汽车制造商，我只能警告他们不要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。中国一旦入侵台湾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几乎所有较为复杂的工业产品都依赖于来自台湾的电子和机械部件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接着再看几条德国《时代报》的网友评论吧。第一条评论：问题不在于习近平是否会，而在于他何时会把台湾带回统一的中华帝国。而特朗普将袖手旁观，并宣布与习近平达成了一笔好交易。继续往下，不请自来的客人私下分享蛋糕，这将是又一次特别军事行动。时间对中国有利，因为美国仍在忙于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。再往下，希望不是由演习突然变成严肃的事情。在我们这个新帝国主义时代，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。下一则，台湾的下场可能会很惨。美国真的想对抗中国吗？继续往下，我现在有点反胃，因为这种类型和演习的规模让我想起了2021年，而我们都看到了第二年2月发生的事情。欢迎来到21世纪，3个大国效仿前几个世纪的做法，再次为自己的利益改变国界。再往下，现在全世界都忙得不可开交，中国正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一点显而易见。继续往下，我非常希望中国不要入侵台湾，希望这个和平的岛国能够继续辉煌地发展下去，但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。再往下，现在美国人被反噬了，因为他们选出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、反复无常、罪恶滔天的总统，他无法处理众多冲突，台湾将被吞并，世界将出现大问题。下一则，值得了解的是，台湾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了一项大胆的战略，将美国与自己捆绑起来。在英特尔公司主要生产总监的帮助下，台湾政府成立了芯片制造商台积电。巧合的是，这位生产总监刚刚从英特尔公司辞职，因为他被推举为台积电首席执行官，这是一位中国人。此人当即表示同意，并将台积电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自产芯片制造商。如今，台积电的价值是德国大众的10倍。如果没有台积电，芯片行业将一事无成。台湾政府仍然希望，如果台湾对美国科技产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，那么在紧急情况下，美国人就会伸出援手。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：如果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一败涂地，中国可能早就把台湾收归中华帝国了。哈哈，朋友们，看来德国人都很在乎台湾以及台湾人的命运呀。我们套用台湾的一句话 ：Germany can help。